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咱们要深度解读的这篇文献叫《道端》，听名字挺玄乎，实际上它是古代顶尖聪明人写给管理者的一份避坑指南和实战手册。先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干活累死累活，结果公司还是倒闭了？为什么有的人看似天天喝茶聊天，团队却能像机器一样精准运行？答案其实就藏在这篇文章的头一句话里：天者，万物所以得利也；地者，万物所以得安也。古人说话喜欢拿天地打比方，这话的意思是说，天是万物能够扎根立足的依靠，地是万物能够安稳过日子的承载。在咱们普通人的生活里啊，天就是大事，是行业发展的风口；地就是你的底气，是你的平台和资源。在公司管理里，天是老板定的愿景和方向，地是公司的文化和规章制度。紧接着，文章说：故天定之，地处之，时发之，物受之，圣人象之。这里面藏着一个非常高级的闭环逻辑：一，天定之，老天爷定下规律，比如太阳东升西落，这叫确定性。一个好的组织，规矩必须是定的，不能朝令夕改。二，地处之，大地提供场所，无论高低贵贱都承载，这叫包容性。三，时发之，时节到了，万物就开始萌芽，这叫时机。做生意带团队，什么时候该猛冲，什么时候该收缩，得看人节奏。四，物受之，万物顺应这种规律去生长。五，圣人象之，最高明的领导者，圣人不是在那儿瞎指挥，而是观察天地的这套逻辑，然后去模仿它。核心就是告诉我们顺势而为，借力打力，别总觉得自己能逆天改命，你要先看清你的天在哪，你的地稳不稳。从独行侠到组局者，别把自己干成光杆司令。很多人创业或者当了领导之后，总觉得自己最聪明，凡事都要自己盯着。但道丹兜头就给了一盆冷水：夫寒温之变，非易经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独之也。咱们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冷热交替，冬天冷，夏天热，这是大自然各种元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某一个神仙吹口气就能变的。认知局限，天下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么多，你就算是个天才，也不可能啥都知道。文章里有个特别经典的比喻：海水广大，非独养一川之流也。大海为什么大？因为它不挑食，不管是大江大海还是小沟小渠，它都收。你要是只靠自己这一条小河沟，你永远汇不成大海。所以结论来了，是以民主之治事也，急于求人，服毒为业。英明的领导者最焦虑最紧迫的事情，不是赶紧去干活，而是赶紧找人。如果你天天忙着写 PPT 做报表，而你的团队里没有能独当一面的人，那你这不叫勤奋，这叫管理无能。真正牛的老板是在组局，是在建立一套思维的框架来辅佐国政。金句：独木难成林，百川才成海。做大事业的人，第一要务是求贤，而不是逞能。四维架构，如何打造一个四季型梦之队？既然要找人，那得找什么样的人呢？道端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季节模型，他把团队里最重要的4种人才对应到了春夏秋冬。一，人人，左卫，春生，职能，法人。特点，就像春天一样，负责播种、给予、关怀。应用场景，如果你要分配财富、安抚新员工、搞团队建设，一定要用仁者，因为它能让大家感受到温暖，愿意跟着你干。二，忠臣，前卫，夏公，职能，法中。特点，就像夏天一样，烈日炎炎，万物茂盛，这是出成果、立功劳的季节。应用场景，那些冲在前面、执行力极强、敢于说真话，甚至敢于纠正领导错误的人，就是你的忠臣。没有夏天的拼搏，就没有秋天的收获。三，义臣，右卫，秋熟，职能，法益。特点，就像秋天一样，虽然是收获的季节，但也带着一股肃杀之气。应用场景，
议臣负责规矩和底线，在面临生死存亡、惩恶扬善、救弱诛暴的关键时刻，必须用这种铁面无私的人。他负责告诉你什么钱不能挣，什么人不能碰。4. 圣人，后位，东藏，职能法圣，特点就像冬天一样，表面安静，其实在地下积蓄力量，谋划未来。这就是公司的首席战略顾问或者君主的师傅。他不一定干具体的活，但他制定的制度定制于明明，能让国家长治久安。一个完美的团队得有春天的温情，夏天的冲劲，秋天的原则，冬天的谋略。这叫4大夫，是老板从外面请回来的定海真身。警惕内部的隐形贼。为什么堡垒总是从内部瓦解？在找人的过程中，文章插入了一句非常扎心的话，建议所有领导者拿小本本记下来：张君为外，祸反在内，所备甚远，贼在所爱。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天天操练军队，防备外面的敌人，结果家里人却在搞内斗。你防备着千里之外的竞争对手，却没发现真正的贼就在你最宠爱、最信任的人里面。这在历史上太多了。秦始皇防着匈奴，却没防住身边的赵高。在现代公司里，很多老板防着竞对挖人，却没防住自己最亲近的合伙人卷款跑路。所以文章提醒我们：出究其道，入穷其变。作为一个领导，你对外面要看清行业规律，对里面要看透人心变化。你最爱的、最信任的，往往也是最容易伤害你的。君臣职分，老板负责看人，员工负责干事。关于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文章有一句极其精辟的总结：君道知人，臣术知事。很多团队乱套，就是因为这两者搞反了。老板君道，你的核心工作是知人，你要知道谁能打仗，谁能管钱，谁能出主意。你不需要会修机器，但你得知道谁是修机器的顶尖高手。员工陈述，你的核心工作是知识，给你一个任务，你得知道怎么把它落实，怎么解决具体问题。文中还给出了针对不同岗位的精准派人法，分家产、分奖金时要派人的人去，这样大家才觉得公平，不会抱怨。面对危险硬仗时要派勇的人去，需要谈判做公关时要派变的人去，就是那些口才好、反应快的人。需要定计划、做预算时要派智的人去，搞群众关系、基层治理时要派谦的人去，不摆架子。出国出差、签大合同时要派信的人去，说话算数，不坑蒙拐骗。术业有专攻，老板别抢员工的活儿，员工也别瞎琢磨老板的心思，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这才是最高级的管理。前面咱们讲到了管理者的季节模型和团队建设的大框架，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全篇最硬核、最实用的部分，如何精准识人，以及君臣之间那套微妙的博弈逻辑。建议正在创业、带团队或者身处职场觉得怀才不遇的朋友一定要反复听，因为这里面教的都是一眼看穿人心的真功夫，良才适用。别让张飞去绣花，别让林黛玉去打仗。咱们前面提到了4大夫的架构，但这只是顶层设计。到了实际干活的时候，你手里有那么多人，到底谁该干啥？道端给出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岗位匹配手册。文章说事有变，事有宜，意思就是事情千变万化，每个人也各有各的适行区。1. 遇难起勇者。如果你公司现在遇到了大麻烦，比如被竞争对手恶意封杀，或者项目面临崩盘，这时候你千万别找那些整天温良恭俭让的学者，你需要的是猛人，是那种骨子里带火、面对压力不退缩的勇者。2. 使言起变者。如果你要去谈生意、搞公关，或者需要把公司的远景吹给投资人听，那你得派辩士。什么是辩士？不是光会磨嘴皮子的人，而是反应快、逻辑强，能把死人说活的雄辩之才。3. 使虑起智者。定战略、做预算、避风险，这些需要脑细胞的事情得交给智者。这种人平时可能话不多，但心里有一本账，能算出3年后的坑在哪儿。4. 治民起谦者。
如果你是派人去基层搞调研，或者去调解员工内部矛盾，千万别派傲慢的技术大牛，你得派那些低调、谦逊，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的谦和之人。这种人没架子，大家愿意跟他说真心话。5. 治理起贤者，在正式的商务场合接待贵宾的时候，得派懂礼仪、有修养的贤者，这代表了你公司的门面和文化。6. 使之不隐，起信者，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你有一件极其保密或者涉及到核心资产的事情要交托，你该选谁？文章说要选那个信者。这种人说话算话，不隐瞒，不欺骗，哪怕没人监督，他也会把事儿办得干干净净。很多领导说手下没人可用，其实不是没人，是你把人放错了地方。管理者就像是一个拼图高手，没有废的人才，只有放错的拼图。硬核识人术，10人9法，让你看透人心。这是道端流传最广、最让后人拍案叫绝的部分。古人总结了9种场景，帮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拨开一个人的伪装，看清他的底牌。咱们一个一个拆开来讲。第一，富者观其所欲，看富人怎么分钱。一个人有钱了，该怎么评价他？不是看他开什么车、住什么房，而是看他把钱给了谁，怎么给。如果他只顾着自己奢靡，那是土豪；如果他能把财富分给志同道合的伙伴，或者救济弱势群体，这叫做有人。一个能分钱的老板，才值得你跟他干。第二，贵者观其所举，看显贵提拔水。一个人身居高位，手里有了提拔人的权利，你看他举荐的是谁？是提拔有真本事、敢说真话的人，还是提拔自己的亲戚和只会拍马屁的小人？这能看出一个人的格局和对事业的忠诚度。3. 高位者观其所让，看牛人让不让位。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视角。有些人有了名声地位，就恨不得霸占一辈子，但真正有境界的高位者会主动给年轻人机会，会在面对荣誉和利益时选择让。这种让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礼节和长远眼光。4. 观其所不行，看一个人的底线。这句太经典了。想了解一个人，别看他做了什么，要看他绝对不做什么。给钱就干坏事吗？为了升职能出卖尊严吗？一个有底线、知道不行的人，才是真正有义气的人。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不会卖友求荣。5. 观其去就，看一个人的进退。当一个人离开岗位或者面对职场变动时，他的态度是什么？有人走的时候把前东家骂得狗血淋头，还带走客户；有人走的时候体体面面，安置好后续。从这种去和就的姿态，能看出一个人的智和人品。6. 破之不惧，看压力下的反应。给一个人施加压力，甚至恐吓他，怂了、变色了、投降了，那叫懦夫；依然坚持原则，面不改色，这才是真正的勇。7. 使之不隐，看沟通的坦诚度。让他去办一件难事，看他回来说话是否诚实，哪怕差办砸了，也如实汇报，不找借口，不瞒报，这就是信。8. 贫者观其所不取，看穷时的志气。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最容易丢掉原则。如果一个人穷得叮当响，面对不义之财依然分文不取，这叫廉。9. 见者观其所不为，看微卑时的自尊。当一个人身份微卑，在底层打拼时，你看他是否为了往上爬而不择手段，依然保持做人的尊严，不做下三滥的事儿，这叫贤。这9条识人术本质上是在做压力测试，它告诉我们，人的本性不是在平时表现出来的，而是在利益面前、权力面前、压力面前、贫困面前露出来的。君主如天，公开透明是管理的最高境界。讲完了怎么选人，接下来咱们讲讲管理者自己该怎么做。道断说：“君者天也，天不开门户，是下相害也。”这句话非常深刻，他把君主、领导者比作天。大家想想，天是什么样子的？天是透明的，天不偏心，太阳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坏人身上，公开透明。如果一个公司所有的事情都在黑箱里操作，那下面的人就会互相猜忌、互相残害，也就是下相害。重赏荐才，老板要公开鼓励大家推荐人才，进贤受上赏。如果你推荐了一个牛人，公司重赏你，那么大家就不会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压制人才，下不相避。文中有句话
说得特别好，不待世人贤士显不避之功，则任事之人莫不尽忠。意思是，如果一个环境能让优秀的人自然而然地冒头，而不用求爹告马找关系，那么干活的人就会拼命尽忠。为什么？因为大家心里踏实，知道在这个平台，只要你有本事，老板就能看见。这种化作自端的力量，就是管理中的德治。贤臣和奸臣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命运。在文章的后半段，作者对比了两种侍奉君主的方式，这其实也是在讲两种职场价值观。第一种，贤臣，文中的长者，行为调而和之，事于醇厚，隐而化之。特点，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调和矛盾，让团队风气变得厚道。结局，百姓爱戴，君主信任。虽然他们不争，但天下之力最后都汇聚到他们身上。第二种，奸臣小人，行为务必其名，塞其听，成其威，以灼热人。特点，他们最爱干4件事儿：一、蒙住领导的眼睛，不让领导看真相；二、堵住领导的耳朵，不让领导听真话；三、仗着领导的威风，在外面狐假虎威；四、像烈火一样欺压同事，搞得大家敢怒不敢言。结局，文章最后写得很恐怖，故租必败，祸及族人。这种人短期内看可能很风光，但因为他破坏了整个系统的生态，最后必然会被系统反噬，甚至连累家人。职场不仅是利益的交换，更是因果的博弈。你在团队里种下什么种子，最后就收获什么样的命运。终极警示：学习是唯一的出路。整篇道端在快结束的时候，突然话锋一转，讲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他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凡可无学而能者，为息与食也。翻译过来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学习就能学会的事情，只有呼吸和吃饭。除了这2件事，无论是治理一个国家，还是经营一个家庭，甚至是在社会上混出个名堂，都需要学习。以前的先王为什么要把这些道理传下来？就是为了让后代能效数，能模仿。贤明的领导者知道去钻研前人的成功经验，求其道，所以事业能长久。平庸的领导者总觉得自己那点小聪明够用了，懒得学习，所以很快就会走向失败。讲到这里，咱们整篇道端就拆解完了。咱们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盘点。如果把这道端的智慧浓缩成3点，那就是一、敬畏自然，天道。管理要顺应规律，不要对抗人性，不要逆大势而为。2、尊重人才，人道。老板的核心任务是找人、看人、分钱，给人才创造一个不被掩盖的公平环境。3、持之以恒的学习，学道，别把自己当神，要不断在实战和前人的智慧中升级自己的认知。道端告诉我们，通往成功的道路虽然千千万万，但它的基本逻辑就像道一样，是恒久不变的。希望今天的解读能让你在迷茫的职场或者复杂的管理中找到那盏照亮前路的明灯。如果说前面是教你怎么招人和看人，那么下面我们要进入真正的大结局篇，管理者的系统平衡术，以及如何让一个团队产生自动驾驶的魔力。我们要聊聊那些被很多人忽略的细节，比如为什么有的公司规矩多却乱成一锅粥，有的公司规矩少却井井有条，为什么你最亲近的人反而成了你事业的绊脚石？咱们接着往下拆。管理者的木工工具箱，弦诀相制与钩绳相布。在道端里，作者用了一组非常奇特的比喻，叫钩绳相布，弦诀相制，参偶俱备。这其实是在讲系统的制衡与标准。大家想象一下，古代的木匠盖房子为什么不用钉子也能让大楼千年不倒？靠的是榫卯，靠的是规矩。一、钩绳相布，建立硬标准。钩是圆规，绳是墨斗，这就是管理的标准规范。在团队里，什么叫结果好，什么叫流程对，不能靠老板拍脑门，得有像墨线一样清清楚楚的标准。如果你没有这根绳，员工就会无所适从。2、弦诀相制，动态的权力制衡。
弦是马嚼子，橛是车辕。马嚼子是用来控制方向的，车辕是用来稳固重心的，这就是相互制约。老板不能给一个部门无限的权利，必须有另一个部门来制衡。比如搞业务的得有搞财务的盯着，搞研发的得有搞质量的卡着。核心逻辑，制衡不是为了内耗，而是为了防止马儿跑偏。3. 参偶俱备，人才的组合搭配。参是3，偶是2。在古代，这指代奇数和偶数的配合，引申到管理上，就是人才的多样性搭配。你的团队里不能全是冲锋陷阵的武将，也得有精打细算的文官；不能全是天马行空的创意人，也得有落地执行的死脑筋。这种参偶的搭配，才是系统稳固的关键。为什么你防范了全世界，却输给了枕边人？文章里有一段话，我之前提过，但现在要深度剖析，因为这涉及到了安全边界的逻辑。张君卫外，祸反在内，所备甚远，贼在所爱。这句话其实揭示了人类心理的一个巨大漏洞，情感替代了逻辑。作为一个老板或领导者，你通常对竞争对手充满敌意，每天研究对手的财报、产品，这叫张君卫外。但在你的内部，在你最信任、最宠爱的人面前，你的防御心理是0。贼在所爱，这里的贼不一定是偷钱的贼，也可能是蒙蔽你双眼的贼。因为你爱他，信任他，所以他递过来的信息你从不怀疑。因为他离你近，他可以切断你和其他人才的联系。很多历史上的明君最后变昏庸，就是因为他身边围了一群他最爱的人，这群人形成了一个信息茧房，让他变成了瞎子和聋子。管理建议保持理性的距离，不管你多喜欢一个下属，也要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不要让私情变成公权的黑洞。良性循环的魔力，化作自端与相取牧役。如果你按照道端说的做到了进贤受上赏，做到了天不开门户，就是透明，奇迹就会发生。文章形容这种境界叫相取牧役，化作自端。这8个字是所有领导者的终极梦想。相取牧役就是说，你的名声传到了最基层，不仅是高层跟着你，连基层员工，甚至连扫地的大叔都觉得在这儿干有前途，讲应义，大家都以加入你的团队为荣，人才会像水一样自动流向你。化作自端，这就更高级了，不需要你天天开会骂人，不需要你盯着考勤机，因为整个环境的磁场是对的，哪怕一个本来满身毛病的人坐在这个环境里，也会慢慢变得端正起来。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当你的系统是奖励贤者，而不是奖励马屁精时，原本想拍马屁的人也会为了奖赏而去努力变贤能。这就是化的力量。警惕堕罗之路无道之君的自我毁灭。为了让我们长记性，道端在最后部分详细描述了那些坏老板是怎么把公司干倒闭的。这简直就是一部失败学大纲，闭明塞听。他们不爱看真相，只爱听好话。这就是小人之视其君，乘其威以灼热人，仗着自己的权势，像一团火一样去灼伤别人。这种老板觉得只有让员工感到恐惧，员工才会干活。结果呢，员工确实怕你，但他们不爱你，更不会救你。卒必败，祸及族人。这种自私、残暴、闭目塞兵的管理方式，最终导向的一定是系统崩溃。而且这种崩溃不是一个人的事，会连累整个组织，甚至连累到自己的名誉和后代。除了吃饭睡觉，没有什么是不用学的。全篇最震撼的一句结论来了：凡可无血而能者，为息与食也。这句话，我想送给每一位在职场和人生路上奔波的朋友。很多人觉得管理是天赋，觉得当领导是命，但古人告诉你，除了呼吸和吃饭是天生就会的，其他任何能让你在社会上立足的本事都需要学习。如果你觉得带不动团队，那是你没学好知人的课；如果你觉得事业遇到了瓶颈，那是你没学好时事的课；
如果你觉得人际关系一团糟，那是你没学好处事的课。道断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先王传下来的道，是让我们去效数的模板。聪明人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是因为他们更善于学习这些规律。听了这么多，咱们来个落地演练。如果你现在正面临管理或人生的困局，请尝试做以下3件事：做一次人才盘点，按照春夏秋冬的模型，看看你身边的人到底属于哪一类。你有没有把春天的忍者放到了秋天的肃杀岗位上？进行一次压力测试，用那10人9法里的2条，比如观其所不行和使之不隐，去重新观察一下你最信任的那几个人，建立你的钩绳弦诀，检查一下你的工作流是否有清晰的标准，绳是否有制衡的机制，弦诀。道团的精髓不在于道，而在于端。端是端正，是起始，是根基。只有把这些底层逻辑搞端正了，你的人生和事业才能像天地一样高而不坠，安而不亡。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耐心聆听。古人的智慧就像陈年老酒，第一口可能有点辣，但回味起来全是真理。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解读，请点赞、转发、收藏。你的支持是我挖掘更多古典智慧的最大动力。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